狼耳朵，真狼耳朵，不是 cosplay。好白，好漂亮，她是雌性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先带回部落。你放我下来！丁，百货商场迁移成功。什么？要欢迎光临！不是吧？我的百货商场也跟着我来了，太好了！他醒了，他皮肤光溜溜的，他还没有尾巴，他是怪物吗 Hello， 头领，那个光溜溜的怪物说话了！妈妈，我想回家。这就是首领昨天带回来的雌性，他怎么跟我们长得不一样？他的脸好白啊，皮肤也光溜溜的。你们有没有闻到？他身上好香。这是沐浴露的味道。你们这儿没这东西。他会说话。肃静！我叫苏念念，我是人，不是怪物，我没有坏心思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奇怪，怎么不说话？听不懂吗？好漂亮的雌性，她应该没有伴侣吧？人？那是什么部落的？为什么穿成这样，还出现在我们的猎场里？首领，他来历不明，不能留下。我决定让他做我的雌性。什么？这个雌性留不得。你的脚还没有完全好，先住这里。既然跟来了，那里面的东西应该可以用吧？火腿肠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百货大楼，我也是能在这受试活下来了。唉，这小屋破成这样，怎么睡呢？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装备起来。你手里刚才什么都没有。巫女，你是巫女，从空气里变出东西来，只有巫术才做得到。你是哪个部落派来的？能打的东西，能打的东西！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！双灵，你来他屋里做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说，你受伤了。大祭司，我亲眼看到的，他凭空变出一大团白色东西，那是巫术，她是巫女。说什么？巫术？我亲眼所见，她的巫术就藏在手上。冷静，解释不了就打，打不了就跑，跑不了再说。你到底是谁？部落里不能留巫女，按规矩绑在神木上，让雷鹰啄食。可是她挺漂亮的，看起来不像。笨蛋！巫女都喜欢用漂亮伪装自己。
大家听我说一句。这是月亮，他把月亮摘下来了。天光，此乃天光。天光现世，神女降临，这是神迹。大祭司说她是神女，这不可能，这不是天光，这是手电筒，是从我家的商场里拿的。算了，解释了你们也不懂。大祭司，你尝尝这个。精眼，银眼，大祭司说是真的吗？真的是鹰眼。真是鹰眼，怎么可能？老夫活了80载，第一次吃到这种精细的眼力，你果真是神女！拜见神女。她真是神女。算了，不解释反而更好。你们快起来！多谢神女。双灵污蔑神女，意图行刺，带下去，按部落规矩处置。你坐下，我给你清理一下伤口。这是什么？能处理你伤口的东西，不然伤口感染了会更严重。你还挺能忍。神女，我怎么感觉更疼了？当然，消毒本来就更疼。消毒，神女在驱散伤口里的恶灵，不愧是神女。都回去，不要打扰神女。你们是有事找我吗？神女大人，你可以帮双影姐姐驱散伤口里的恶灵吗？伤灵？对，昨天双灵姐姐被惩罚后，她的伤口一直流血，这样她会死的。求求你了，神女大人！求求你了，神女大人！算了，毕竟是我引起的，她警惕陌生东西也是为了保护部落。拿去吧，涂在她的伤口上，用这个包扎住。谢谢神女大人，谢谢神女大人。双影姐姐，神女大人让我把这个给你。神女大人说涂了这个就好了。我要杀他，他为什么还要救我？双灵姐姐，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神女徒手照火，这玩意儿叫打火机。快放开！生火要吃人了！我的手还在，一个打火都能吓成这样，我要是掏出煤气灶，你们是不是得写遗书？抱歉，之前是我冤枉你了。没事，你也只是做了你该做的。来来来，都过来。不愧是神女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我肚子在打架。神女的食物有毒。除了泡面，你今天还吃其他东西了吗？没有。估计是你们肠胃没吃过素食，突然吃泡面受不了，拉干净，多喝热水就行。不是中毒。止泻药，1人1粒，吃下去就会舒服点儿。
看什么？我又没拉肚子，就是替他们试试。神女连解药都提前备好了，这一定是试炼。没有什么试炼，你们平时吃生肉、喝饮水，肠胃里都是细菌，突然吃熟食受不了才会拉肚子。以后都要吃熟食，喝开水，记住没有？这样喝。这水是甜的。是你们平时喝的水太脏了。商场里的水不够这么多人喝，你们得学会自己净化水。我教你们垒净水池。雷神发怒了，定是我们私自窃取神力，雷神降罪了！快把祭品抬出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神女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让开，让这孩子唱个童谣求雷神原谅啊！晚了雷神就不听了。唱童谣，不是献祭。献祭！大祭司，什么是献祭？别问了，别问了，神女在开玩笑呢，是吧，神女？对，开玩笑的，愣着干什么？都进棚屋躲雨。打雷不是神罚，是云层里的正负电荷碰撞产生的放电现象。就是天上的云撞一起了，所以不用唱童谣，躲雨就行了。神女说打雷是云在打架。淋雨会感冒的，湿衣服赶紧换掉，湿兽皮全脱了，晾起来。好了，我继续教你们垒净水池、挖坑、铺石子、叠沙层，按这个顺序来。神女又在突然浑身发烫，叫不醒了。是不是刚才雷神还是降罪了？这是淋雨着凉引起的发烧，不是什么雷神降罪，能治。这叫物理降温，能帮身体把温度降下来。你们以后碰到谁发烧，也可以像我这样做。神女再次从神罚中夺回一条性命，是感冒药夺回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神女的胸心真令人叹服啊！看来光有水还不够，这群兽人现在就跟原始社会没什么区别，还得教他们一些基本的知识才行，不然以后有个头疼脑热，还是得把我超市掏空。都别走，正好今天人齐，我教你们些基本的知识。第一条，以后不管喝什么水，必须先烧开，烧到咕嘟咕嘟冒泡为止。第二条，肉也不能生吃，以后都得烤熟了再吃。第三条，谁要是病了，单独找个地方待着，别跟大家挤一块儿，有些病是会传染的。神女，可我们以前也都是这么喝这么吃的。所以你们部落拉肚子是不是3天2头的事儿？小孩是不是动不动就烧得叫不醒？都过来，轮流尝尝。一股泥巴味儿，还有点腥。这碗是甜的。神女，这水怎么跟我们山里接的完全不一样？这个就是开水，里面细菌都死干净了，以后都给我喝开水。神女3戒。神女亲口所授，字字关乎生死，自当刻石铭记，以供后世瞻仰。神女，那要是受伤了怎么办？上次狩猎队有人被骨刺划了，伤口烂了好些天才好。先用干净的水把伤口冲洗干净，再用这个缠上就行。就像这样，别缠太紧，勒得手指头都紫了就是错了。双灵，你过来。
缠上这个就不疼了。这么点小伤口本来也没多疼吧？行了，都跟我出去继续雷净水池。神女，首领，血崖部落的人来了，就在营地完了外面。出去看看。领风部落的听好了，我们赤牙首领说了，把那个能变出盐和食物的神女交出来。这种好东西留在你们这破地方浪费了。外面喊什么呢？那什么血崖部落什么来头？我们部落的死对头，为了抢食物和领地，隔三差五就来挑事儿。这次显然是冲你来的。我才来几天就有人上门点名了，消息传得还挺快。怎么，领风部落现在连个敢回话的都没有了？一群软脚兽！要神女，你们血牙也配？回去先把牙刷刷，再来说话。听不懂，那我说明白点儿，滚！这就是那个神女，还真是白的扎眼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啊！他只是举了一下那个东西，黑爪的眼睛就瞎了。是瞎眼诅咒，她是巫女，她会狐术。都给我上，把那女人手里的东西抢过来！我这防狼喷雾超市里可没多少，本来还想省着点用。再往前一步，试试。巫女，你们这些瞎了眼的！她给我们干净的水，治好了拉肚子，用天火给我们生火，还治好了被邪灵附体的孩子。你们管这叫巫女？没有神女，我早就拉死了。神女把我儿子从雷手里抢回来的，谁说她巫女，我跟谁拼命！这群兽人虽然邋遢是邋遢了点，不过还蛮可爱的嘛。吵什么呢？让你们来请神女，怎么搞得跟打仗似的？让你来请人，你倒好，先躺下了。神女，凛风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的？来我血崖部落，地盘比他们大，猎物比他们多，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保证比在这舒坦。不去。我听说血崖部落正为了食物发愁呢，想试试火锅吗？火锅那又是什么东西？自然是好吃的。说，你把我给的矿泉水劲倒进锅煮开，然后把这个丢进去，再加一些吃剩的肉。首领，他刚喷瞎了我的眼睛，现在又让吃东西，我看肯定是毒药。领风什么时候这么好心过？绝对有诈！神女又怎么样？说不定是毒女。首领，别信她。毒药！我们神女好心请你们吃东西，你们血牙就这么报答？不敢吃就滚，省得浪费神女的食材。我吃完了，有毒吗？你刚才说这东西叫什么？火锅。你为什么请我们吃肉？听说你们血牙正缺食物，正好我们领风也缺人手帮忙，不如这样，你的人来帮我干活，我教你们打猎技巧，还能教你们生火技巧烤熟肉。你教我们打猎开什么玩笑？再说了，我们血牙部落永不为奴。这叫合作，谁让你当奴了？你耳朵也被喷坏了。那以后还有这么好吃的肉吃吗？这是灵风部落独有的，你们要是愿意加入灵风，以后就有机会吃到。不过你们可以用上好的石料、木材来跟我换盐，盐也能让肉更好吃。你还有盐？神女的强大，岂是你能想象的？
真的有办法帮我们打到大量猎物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先跟我去看个东西，看完之后，如果你信，3天后再来，我们具体谈怎么合作。脏水入池，净水出灌，此乃神女净化苍生之力。这水比我们部落喝过的任何一个水源都干净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还不算什么，只要你们答应合作，我还可以教你们方便生火的办法。水烧开了再喝，比这个味道更好。生火可不是简单的事儿，你说叫就叫。你们没见过吧？神女能徒手召唤天火，我们亲眼看见的。真的是想真理。3天后，我带人来谈合作，具体怎么个合作法，到时候一件一件说。神女，你刚才说要教他们打猎技巧，我知道你神力无边，可这毕竟是打猎。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。神女，这个针自己在动。这叫指南针，可以用来辨别方位。这根指的方向就是南方，以后进了林子不会迷路。这个刀刃可以用来处理猎物，锯齿能锯断粗树枝，比你那把破刀快多了。你试试。这个比藤蔓结实得多，做套索不容易被猎物挣断。你用力拽，按这个图纸搭架子。套索绑在这个位置，选址要挑水源和兽道交接的地方，记住了。水源和兽道交接的地方，记住了。这些东西数量不多，你从部落挑几个机灵的青壮兽人，分成几组轮着练。打火机每组发一个，应急生火用。对了，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摸起来连粘手的树皮，油乎乎的那种？有。北边断崖下面长了一片矮树。树皮上老是沁着黏糊糊的东西，带我去看看。这叫松枝，一点就着。以后碰到这种树，就把树皮刮下来晾干，当引火用，比钻木取火快10倍。啊！有松枝就能做火把，就算没有打火机，生火也不再是问题。盖房子需要的材料比净水池多得多。光靠林峰这点人手去采石砍树，进度太慢了。要是3天后赤霞那头能谈下来，就试试弄个集市，把周边部落的资源都整合起来。野猪，首领居然猎到了这么大的野猪，这都是神女教的好。此乃神女赐福之圣珠。古刀未折，猎物满归，林峰受神恩庇佑。打猎暂时稳住了食物储备，不过光靠打猎总有波动。碰过下雨下雪，猎物跑了，还是得想别的办法。上次那松枝，后来还有去刮吗？攒了不少。都晾在北边空地上。吃完去看看。这些松枝碎块加进柴堆里，火更好烧。以后打火机省着用，平时引火就拿这个。神女赐下不息之火，
自此灵峰之火永不熄灭。大祭司，你的兽皮快烧着了。总不能天天吃烤肉，泡面素食也就那几样，吃多了腻得慌。有种子就能种地，问题是这破地方，翻地、匀水、沤肥，都得从头教他们。这片地别踩了，以后用来种东西。种什么？种地，这个种下去，明年就能收大米，到时候你们能吃到白花花的大米饭。神女要赐我们神国的粮食，把好好的土挖开，再堆成一条一条的，这不是折腾土地爷吗？翻到这个深度，别太浅，根要往下扎，土拱斜一点，下雨不容易塌。双灵，你来试试。什么时候该浇水？拿手指戳土，不沾手就说明干了，需要浇水了。浇水就用净水池里干净的水。你浇多了，种子要淹死的。你才浇多了，你那罐比我多2瓢。没有化肥，没有农具，连把像样的锄头都没有。好在试验田规模不大，勤浇水的除草能撑到收成。神女，赤牙带人来了，在营地外面。神女，3天到了，我来谈合作。首领，他们的篝火怎么看起来比之前大了好多？不止，这些猎物，就连我们血牙都很难一次性猎到。你们林峰什么时候说这么能打了？这些猎物够你们全部落吃好几天吧？多亏神女教的打猎法子。我看就是运气好。神女赐下的狩猎之术，岂是运气2字可解？给客人切几块烤肉。虽然没火锅好吃，不过这加了盐的烤肉，确实比生肉味道好。合作条件很简单，你们血牙出石料和木材，帮我们盖房子、加固栅栏，我教你们生火、设陷阱、打猎。等金水尺技术熟了，也可以考虑帮血牙建一个。首领，他要我们出石料、出木材，我们出了，领风出什么？就出张嘴。我出技术，没有我的技术，你们有再多石料也垒不出净水池，有再多猎物也吃不上美味的烤肉。你们出的东西别人也能出，我出的东西只有我能出。有意思。明天我带第1批人来。神女，你要是骗我，血牙的兽人可不是吃素的。神女，你真信他？不全信，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们得先把自己的人练好。什么意思？你手底下的人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几个能打的？这林峰部落的兽人整体不如血牙的强壮，真正能单独放倒敌人的也就10多个，其他人打群架还行，单个对上血牙的精锐够呛。你去把部落里青壮的兽人都叫到空地上来，带上他们的武器。你们平时跟别的部落打架都是怎么打的？就正面冲上去打呀，看谁的武器结实，谁的爪子锋利。之后不能这么莽撞，这样，你从他们里面挑反应快、跑得快、耳朵尖的，分2组，一组负责放哨巡逻，一组负责打架听指挥。你们平时放哨是怎么放的？带我去看看。哨位固定不动，等于告诉敌人哪里有人，哪里没有人，太容易被摸清。而且没有轮班，
盯久了谁都得犯困。最关键的是，晚上一片漆黑，光靠眼睛能看见什么？那该怎么放？除了刚才挑出来的，你再去找些守夜的兽人来，我重新排。明天赤牙的人来干活之前，先把放哨的事理清楚，不然他们在营子干活，你们连盯都盯不住。从今天起，哨位从固定几个点改成3条流动路线，交叉覆盖营地所有入口。每个哨位配2个人，2小时换一班，保持精力，人歇眼不歇。这个手电你们之前都见过了，我给你们每队配一个，只准晚上用。你再选一个巡逻队队长，白天统一收回来保管。这东西金贵，别给我弄丢了。带上这个，晚上手电一照，看见黄色就知道是自己人。还有这套闪光信号，每个人都得给我记好了。手电闪一下是平安，闪2下是有情况，闪3次是紧急敌袭。看好了，这套东西你盯着他们练熟。赤牙的人在领风干活期间，放哨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明白。神女，放哨的事解决了，但打架的事呢？你刚才说除了放哨还要练别的。先把放哨排好，等天亮了我给你看样东西。神女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看起来还没手掌大，能做什么？这比时髦还快，不仅威力大，而且还很隐蔽。这些东西数量都有限，弹弓和钢珠分给巡逻队，再去找些小石子，平时就用这个练靶子。真遇到事儿，瞄眼睛和喉咙打。哨子每人挂一个。遇到情况优先吹哨示警，别闷头上去拼爪子。以后打架多学着靠脑子，把部落里最强壮的几个单独叫出来。上次给你的那些多功能刀就用作打猎用，这个也很锋利，近身的时候可以用。这个也能当武器，刺、扎、捅都行。对方没见过这种家伙，可以打个出其不意。这些跟我之前拿出来的东西一样，数量有限，尽量不要用坏。你们几个是部落里最能打的，这些交给你们，平时跟着硕练，不许拿去炫耀，尤其是不能让血牙的人知道我们有多少底牌。双赢，你过来。你反应快，耳朵也尖，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，就找人帮忙，别跟上次一样自己冲上去。知道了。正好，人来了。硕，让所有人到营地门口集合，今天开始干活。领风的人负责拆旧栅栏、挖新桩坑，血牙的人就负责搬石料和粗木桩，各干各的，别抢活。原本的围栏要改成双层密排粗桩，位置就按我画线这样，桩与桩之间要填满碎石。新围栏要比你们头顶还高。你长没长眼睛？这可是神女带我们垒了3天才垒好的。一块破石板叫什么叫？你砸的？让你搬木桩，没让你砸人家水池子。羞曹！这才第1天。你这栅栏防的是野兽还是兽人？都防。神女，今天血牙砸了饮水器石板，跟我们的兽人吵了3架。这才第1天，往后时间长了，怕是压不住。明天开始干活照干。赤牙的人白天在营地，晚上会回去，
所以放哨的人不能松懈，还用弹弓也不能停练。我们的人必须比他们强，这样就算翻脸也不怕。趁血牙的还没来，抓紧练练。放哨和弹弓刚上手，现在加近身武器，一样一样来。白天干活，晚上训练，两边不耽误。明白。看归看，可别拿你那爪子去碰。不就几层石头沙子，至于这么紧张？赤牙对净纯池比我想的还上心，这也不是坏事，说明他确实想要。以后净水池过滤层不许当着血牙的人拆开检修，他们能看不能摸。字太丑了。神女，今天那个蹲在净水池旁边的血牙兽人，走之前跟赤牙嘀咕了好一会儿，隔太远没听清，但好像在说里面有几层。赤牙想偷薛，不急，他偷看说明他想要，想要就得好好谈条件，继续盯着就行。他们这是去打猎还是去捡猎物？神女，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天了，你答应我们的东西也该兑现了吧？工期还没结束，我现在全交了，你们明天不来了怎么办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样，打猎的技巧我今天先告诉你，剩下那些等工期全部结束再说。设陷阱3个要点：选位置，找水源和兽道交叉的地方，看脚印，脚印方向告诉你猎物往哪儿走。设套索，套索高度齐猎物膝盖，太道压根碰不着。这些法子你自己想出来的？我家乡那边打猎的法子比这多多了。总算是完工了，这下营地就安全多了。神女万岁！这什么东西？神女变出来的神国食物，味道比烤肉还好。竟然还有这种美食！周玲，我是真不服。凌风以前喝的水比我们的还脏，现在吃的喝的住的样样比我们强，就连篝火都比我们大这么多，凭啥？就因为那个神女站在硕那边？你也这么觉得？谁不这么觉得？今天吃那碗泡面的时候，兄弟们眼睛都红了。那就去把他抢回来。可他们的栅栏今天刚完成，一圈围得结结实实，怎么闯？西北角那2根桩子，收工的时候我亲自埋的，表面填了碎石，但底下是空的。却喊几个能打的准备准备，咱们明晚就动手。神女，这是
新的神国图纸，这叫房子，地基要挖这么深，墙用泥糊石，顶上盖厚树皮，这样风灌不进来。这里面是火炕，下面烧火，上面睡人，冬天不用缩成一团。先听完再刻。石料和木材血崖搬了不少，但要多盖几间还差得远，所以我打算先把这间样品房盖起来。你们看过效果，就知道值不值得再多盖。样品房就是样板，盖好了大家都进去体验体验，觉得好就继续盖。栅栏完工，打猎稳了，净水池出清水，这些东西我们不缺，别的部落缺。下一步我打算搞个集市，用多余的盐和清水跟周边小部落换石料、木材之类的。这些小部落不用像血崖那样谈条件，来赶集就行，以物换物。神女开示，万邦来朝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得想办法教会你们制盐。市集上盐是最硬了的通货，光靠我手里那几包不够。走，先去把样品房的地址定了。就这儿，阳光好，地势平，离净水池也近。我算过，这个时间段林峰的巡逻队刚换狗班，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。光哪来的光？我看不见了！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！拿兽皮蒙住眼睛，光遮住就不怕了。给我往栅栏那边冲！赤牙，下手轻点，不要赶尽杀绝。神女，他们半夜偷袭，你还拦我？杀了他，谁给我们搬石头？落在你们手里，我认了，随便处置。赤牙，我们的合作可还没结束，你半夜带人偷摸来搞突袭是几个意思？我觉得凌风配不上你，硕不配。我们部落领地比凌风大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你也看到了，你们连栅栏都没摸到就被打成这样，这种武器我们还有很多，跟我们作对的下场你应该清楚了吧？不过合作嘛，倒是可以继续。你不是一直很馋我们的净水池吗？我正准备盖一间新房子，你们帮我把样品房盖完，盖好之后，我帮你们部落也建个净水池。除了教你们生火，我再送你们一些盐，怎么样？你说真的？好，样品房我们继续搬，盖完你给我们建净水池。但是今天的事我不希望看到第二次，要是再搞这种小动作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他们倒是老实了不少，
那是被打怕了。地基挖到我划线的位置，木桩间距不能超过这个宽度。泥墙要分层糊，每层干扣了再糊下一层。你盯着，有问题来问我。明白。神女，你这是？你这土从哪儿挖的？西边那边还有一大片呢，我就是从那儿挖的。神女，这土有什么问题吗？说。我有办法教你们制盐了。这泥墙糊几层啊？有没有人教一下？说。这个土含盐量很高，挖，挑盐霜厚的地方挖，然后装罐子里。都看好了，今天教你们煮盐，学会了这个，以后你们自己就能制盐了。我们真的能自己做出盐吗？当然可以，只需要把这个咸土敲碎，加水搅匀，泡到盐都融进水里，再把这泥汤隔着布倒出来，过滤完的盐水架火上煮，火要小，慢慢熬。我们自己也能做出盐了。磨坏了你赔。神女，以后制盐的事你负责。首领，他们又有盐了。距离下次捕获7天0小时0分。果然能捕获，那就好办多了。现在你们自己也会制盐了，也该正式开始准备集市了。就在这儿，用剩下的石料和木桩搭一排简易棚子，明天开始动工。神女要开盛世了，要先宣传出去吗？我去先不急，和百姓开张销钱，样品房得先盖好。来赶集的人看到我们的房子，才会更想跟我们换东西。样品房还有几天能完工？按现在的进度，最多3天。到时候集市棚子也该搭好了，正好一起开。愣着干什么？进来。底下能烧火，冬天睡上面，整个身子都是暖的。这就是神国的房子。净水池建好了，谢谢。别多想，是替部落里那些拉肚子在说的。既然你这么想谢我，那就再帮我们干点活。第一批房子马上开工，正缺人手呢。神女，你这是压榨兽人。放心吧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回头给你一些打猎用的工具，再教你怎么生火。盐也可以定期给你们一些。成交。神女就是比你大度，只可惜她一开始没出现在我血崖部落。搬砖。首领，你这是不是被他拿捏了？闭嘴。样品房旁边再建2座，跟第一座排成一排。木桩间距和泥墙厚度跟之前一样。这阵子林峰和血崖的人手够不够？盖2座应该够，再多的话就慢了。这倒是个问题。有了，我们可以通过市集放出消息，就说林峰部落招工，来干活的管饭管水发盐当报酬，让其他部落的兽人来报名。招工？对，不用谈条件，不用签盟约，干活拿报酬，干完就走。会什么力气活？干过什么？想换什么报酬？太多了。下一个。他这招比抢地盘还狠，不用打，人自己就来了。
怎么了？早知道有这种地方，我早来了。神女，我在集市外围的地上发现了这个，这上面的符号，跟那天出现在盐滩前那个人的寿服衣上的纹路很像。明天让巡逻队把营地外面一整圈都查一遍，树上的、地上的，所有不认识的东西都报上来。他们连房子都盖成这样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冒凉气？尝尝。好喝！此乃神国圣水。念念，你怎么不喊我神女了？你今天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，让我觉得神女离我也不是那么远。还真有种住现代房子的感觉了。神女，样品房盖完了，我们部落的净水池。答应你们的不会忘。说，你带几个会垒净水池的，跟他去血崖部落，帮他们把净水池建了。我不去血崖部落。让你去帮他们建净水池，又不是让你搬过去住。去吧，回来给你吃好吃的。知道了。他真会帮我们好好建。棚子搭好了，摊位按我画的布局摆，咱们制出的盐跟净水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其他东西分门别类摆好。大祭司，你再找几个跑得快的，去周边部落放消息，就说凌风银庄2天后开市集。神女保佑是啥意思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此乃神女净化之水，饮之可驱体内浊气。再来一碗不？这皮子都快比超市里的羽绒服了，这种皮子全部收下，优先用盐换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就能造更多房子了。神女，今天收摊前，有个人在盐滩前面站了很久，什么都没换就走了。他的兽皮纹路我没见过。要你归顺。你是不是在银宗部落的事情担心？是啊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保护你的。神女，首领，外面来了一队人。这是银宗部落派来的使者。看骨小和装饰，身份应该不低。我是银宗部落的银月，听说你们领风部落出了个神女，我特奉首领之命来请她前往银宗领地一见。原来是银宗的使者，
远道而来辛苦了，快先进来坐吧，咱们边吃边聊。看来神女果真是名不虚传啊，竟能拿出这么纯净的水。把肉撕下来给这位使者尝尝。使者，这肉不对劲儿。这肉的味道好复杂，跟我平时吃的那些竟然完全不同。我也有幸吃过加了盐巴的烤肉，可那味道根本比不上你这个。你究竟往里面加了什么？我有的可不只是盐。哼，算你们识趣。神女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手上拿着的这个是何物？这叫镜子，使者想试试吗？这是什么材质？竟然这么清楚。可惜了，我看使者长得漂亮，底子也好，可惜常年风吹日晒，皮肤都干坏了。你自己看看，眼角全是细纹，嘴唇也裂了，真是可惜了这张脸。你什么意思？别误会，我只是觉得使者本应该更漂亮才对。我这倒是有个办法，这叫面膜，敷在脸上能让皮肤变嫩。使者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现在就试试，就当是见面礼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使者大人小心有诈！那你靠在椅子上，扬起脸，我帮你敷。冰冰凉凉的，确实挺舒服。鬼！使者变成鬼了！什么情况？别碰，时间还没到呢。这叫面膜，敷满1刻钟才能洗。你这些手下没见过，紧张过头了。是补水霜，早晚涂1次，风沙天出门前抹上，皮肤就不会干裂了。这东西你还有多少？先送你，用完了觉得好，再拿东西来换。怎么样？使者对我拿出的东西可还算满意？神女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啊！那看来我更需要把神女接回去了。我知道使者在银宗部落内地位不低，但这些东西的神奇之处你也看到了，哪怕是我也拿不出多少。你说要是我被你们银宗收服了，这些东西会落到谁手里呢？但要是我们2个部落搞和平贸易，你就可以定期来换。今天的面膜和补水霜只是开头，后面还有更好的。而且作为第一个来谈的使者，我会给你一个诚意折扣，以后不管谁来换，价格都比你高。你会回去想办法说服首领，但我也得提醒你，我们首领对这片荒原上所有好东西都志在必得，包括你这个神女。她要是亲自来，可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。我总觉得银宗部落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，得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你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？要是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把部落环境再改善改善，再多造些武器，或许我们根本不用怕他们。事到如今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周边部落，共同对抗银宗。那我去通知周边部落。光通知不够，我要召开一次联盟大会，各部落首长当面谈。你带人去通知各个部落，尤其是那些来赶过集的部落。我自己亲自去一趟血崖。首领，那个神女来了。神女一个人来的，怎么想明白了，决定来我血崖了？我是来谈正事的，这些东西是我的诚意。银王部落派使者来了，要求我们归顺，这些资源只是我手上的一部分。要是还想继续拿到这些，我需要你全力帮林峰度过这次难关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跟我们合作，联手御敌。虽然硕这家伙很讨人厌，但我也清楚，领峰要是真被银芒拿下，我血崖也跑不远。更何况，神女你还在其中。我答应联手，但话说在前头，真要打不过了，可别指望我跟你们一起等死。成交。各位能来，我先谢过。
今天叫大家来只为一件事。银宗部落已经派使者来过领风，要我们归顺。下一个可能就是你们任何一家。是。银峰离我们远着呢。林峰能拿出来的东西，各位都见过：干净的盐、净水、生火的工具、打猎的武器。银宗没有，我们有。但如果被吞并了，这些东西势必都会被银峰占有。你们以后想换就再也换不到了。我的提议很简单：结盟，各部落保持自己的领地和狩猎队。平时该打猎打猎，该赶集赶集，但一旦任何一个部落遭到外敌攻击，联盟成员共同出兵，一家挨倒，所有人上。我们部落上个月在你们市时换过净水，也换过盐，神女给的东西救了我们族里好几个孩子，我们愿意跟领风结盟。熊族散乱这么多年，就是因为不想被人管着。你说的好听，可联盟谁来当这个头？要是你凌风说了算，我们跟被你收服有什么区别？你们的盐是好东西，你们的房子是结实，但让我们把战士交给联盟统一调动，这跟把命交给外人有什么不同？我们部落打不过银盟，也信不过这么大的阵仗。银盟要的是凌风的神女，又不是我们。你们怕银宗，老子不怕。血牙跟领风打过，跟领风也联手过，他们造的净水池，我亲眼看着出来的水比山泉还干净。他们打猎的法子比所有部落都高明。血牙已经跟领风联手了，你们爱来不来？等银宗打到你们家门口，别怪老子没提醒。熊族，再想想。硕，你找些人去把之前存下来那些木材都切断削尖，然后把所有能打的手人集合到空地上。围裙裹胸口，护膝护肘绑腿上胳膊上，不指望刀枪不入，至少挨一下不会皮开肉绽。比兽皮轻多了。所有矛头都按这个加固，矛杆用小刀刮光滑，别没扎到敌人，先扎自己的手。骨刀也全磨一遍，这样更锋利。我给你们的小刀藏着关键时候用，平时还是要用这些武器。神女，按照你的要求，肉干已经熏了第一批，盐罐也全搬进仓库了，泡面和水都堆在一起。我让2个兽人轮班守着，干得好。接下来几天盐别往外流一点，集市也先暂停，留作储备。把这2个东西掺在一起，拿兽皮包成全大的团，照溜放哨的人守着，真有敌袭就抡起来往地上摔出去，能迷了他们的眼睛。把这2个东西掺在一起，拿兽皮包成全大的团，照溜放哨的人守着，真有敌袭就抡起来往地上摔出去，能迷了他们的眼睛。超市下一轮饼货也就这2天了，该准备的都准备了。就算他们真打来了，我们也一定能守住的。地面在震，东边有什么东西过来了！这是兽潮，兽潮往往都有好几波，这第一波只是开路的。往年也爆发过兽潮，但规模比这小很多，来的也没这么早。今年不对劲，快把半锁都拉起来，所有弹弓手上一线，半锁后面列2排，前排蹲，后排站。把削好了的木头也都搬出来，没弹弓的人就用这些扎他们。赤牙他们呢？神女，我们首领已经回营地喊人去了，让我先带这几个帮你们一起守。首领，小心！
这玩意儿你们怎么放倒的？这些稀奇玩意儿都是神女变出来的？够你惊讶的还多着呢。把受伤的带下去包扎，绷带和止血药在仓库里。天降神女，天佑我林峰！西边有不少人往这边跑过来了。你们把兽潮打退了。我们的营地全没了。我从傍晚守到凌晨，栅栏被长牙兽撞开一个口子，后面根本挡不住。熊族也是，许多族人都被那些野兽生吞了。你去让双林把绷带和止血药全拿出来，烧开水给他们洗伤口，肉干和灵水先分给伤重的。神女又要救人了。领风的实力你们亲眼看到了，这只是第一波兽潮，下一让谁也说不准书生什么时候到。你们各自的部落都踏平了，回去就是送死。联盟的事，上次你们觉得不靠谱，现在呢？我早就说神女可靠。我们部落虽然营地没了，但人还活着大半，我们愿意联盟。我们也没地方可去了。獠牙愿意联盟，熊族认了，我们也愿意联盟。各部落的营地选址就按昨天商量的，獠牙在领峰西边，熊族靠北断崖，其余散落的人暂时驻扎集市棚区。今天起集中不修防御，老规矩，石料和木材各部落各自出。我们的人已经开始削木桩了，3天内栅栏能立起来。北边断崖下面有个天然石洞，熊族可以当临时仓库。神女，东边瞭望台，新一波兽潮来了，比上次还多。